盐湖城是美国犹他州的首府和最大城市，因为拥有优美环境及良好治安，也是美国最适合居住的城市之一。由于我们只有半天的停留时间，即使只能匆忙地走马看花，也已经让我们喜欢上盐湖城这一个既干净又安静的城市。树上有小松鼠。我们已经到市政厅了，前面就是大门。可是今天礼拜天没有开，很可惜。盐湖城的市政厅就位于我们住宿地方的不远处，穿过华盛顿广场，就可看到这一座古老且典雅的建筑。这里就是盐湖城的市政厅，非常的雄伟漂亮。它也是他们的办理市政的地方。那里面平常是可以自由参观，里面很漂亮。可是今天刚好礼拜天没有开，很可惜。市政厅又称市郡大楼，是犹他州盐湖城市政府的办公场所。市政厅中间的钟楼高约78公尺，非常宏伟壮丽。这边就是市政厅的大门口啦，你看地上还有一些彩绘，非常的漂亮。其实啊，盐湖城的议会大厦也是非常的有名，但是今天是星期天，没有开放，所以我们就不过去了。犹他州的道路很干净，走起来非常的舒服，而且路边有很多装置艺术，像这个拱门啊就很特别。哇，这一栋建筑物很漂亮哎，很可爱。有一个很可爱的装置艺术，全部都是路牌。后面这一栋建筑是盐宫会议中心，在2002年举办冬季奥运时，也是比赛场馆之一。现在则是有名的展览馆。盐湖城不仅是犹他州最大，也是美西的第4大城市，同时也是前往周围各大国家公园的入口城市。接着，我们便前往此行的重点，也是我期待很久的地方——摩门教圣殿广场。摩门教圣殿在装修中，还没有开放。我们下去大礼拜堂看看吧。圣殿广场位于盐湖城市中心，占地约4公顷。这里包括了盐湖城圣殿、盐湖城大礼拜堂、盐湖城聚会堂，以及海鸥纪念碑和2个游客中心。只可惜摩门圣殿尚在整修中，但走在广场附近，环境干净整洁又安静，舒服又清爽的氛围，让人不由得放慢脚步，只想静静的漫步。我们到盐湖城圣殿了，不过现在在整修，所以我们不能进去。现在这边是聚会堂，前面有一个海鸥的纪念碑，这是因为当年摩门教的先驱种植的作物全部都被蝗虫吃掉了，然后是海鸥消灭了这个蝗虫，所以才会做了这个纪念碑。这边就是聚会堂，也有人称呼它叫大礼堂。然后旁边这个就是有名的椭圆形大礼拜堂。你看今天刚好假日有合唱团在办音乐会，这边是可以进去参观的，我们等一下进去看一下。聚会堂于1880年完工，外观以6座雪白的尖顶而闻名，建筑工艺十分精致，还有美丽的彩色玻璃窗，可以在里面慢慢感受这一片祥和的空间。哇，这里种了好多漂亮的郁金香哦！我觉得盐湖城真的是一个很干净的城市，不管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种得很整齐的花。真的很有秩序感，真的是很不错。眼前这一个知名的大礼拜堂建造于1864年，
自1867年完工之后，一直保持原貌。里面有一架号称全世界最大的管风琴。这一天，世界著名的摩门教大礼拜堂合唱团也正在里面进行演出。结束了净化心灵之旅后，我们要去盐湖城另一个有名的、号称天空之镜的人间仙境。哇，这片岩地也太壮观了吧！真的是一望无际耶！你看前面远远的那边还有忽隐忽现的山丘，哇，那个就像是那个突然出现的海市蜃楼一样。哇，这海市蜃楼真的是太美了。这一大片白茫茫的雪白无瑕岩地，便是美国版的天空之镜，也称伯纳维尔岩滩。这里是古伯纳维尔湖的盐湖遗迹，面积约260平方公里，相当于一个台北市的大小。在夏季地面干燥无水的8月时，还会举行伯纳维尔岩滩国际竞速赛，吸引大批人潮前来。哇，我们到盐湖城的岩滩了。可是现在风很大啊，这风真的很大很大，我现在连站都站不稳了。哇，我们到岩滩了，因为今天风太大了，而且好冷哦。那前面有车子开到里面去了，有看到吗？然后有一台正要开回来，前面一望无际的，全部都是盐，一整片的岩滩。现在上面还有水，水还有点深，所以我们就不下去了。你看那个前面又有好几台车冲下去了，冲到那个下面去了，然后前面的山几乎都看不清楚了，雾茫茫的一片。现在有大风吹过来，还有盐巴会打在脸上，很痛。哇，这些车子开在岩滩里面，哇，开好远哦！你看那边还有人坐在车顶上拍照，我觉得我们开下去可能会有点危险。今天天气不好，而且风真的太大了，我实在没有勇气走下去。不过这里还是很美哦，跟天空连成一线，难怪叫做天空之镜。